大家好，我是玩乐狂人，跟大家一起学习、成长、玩乐。我就是疯狂玩乐的人。今天狂人要跟大家聊聊30多岁没理财，退休还早，你可能犯了大错，应该要警觉的是。本影片会带大家探讨4个30岁没理财可能犯下大错的相关议题。1. 为什么30多岁是为退休准备理财关键？2. 30多岁没想过退休可能犯下的大错误。3. 我应该要警觉的事情是什么？4. 我应该如何开始行动？如果您对这4个议题有兴趣，请记得观赏影片到最后。如果您喜欢玩乐狂人看世界频道，请记得点击右下角小图示订阅，并打开小铃铛，支持狂人制作更多影片来跟大家讨论、分享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退休是必然的一环。对于30岁的人来说，退休似乎还遥远，所以很容易忽略为了退休要理财这个重要的议题。如果你已经过了30多岁，是时候考虑为了退休好好计划理财、执行理财。退休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，这时候的你需要保障自己的生活品质和经济稳定性，不然您的晚年将可能会充满不安和忧虑。如果您还没有好好计划退休，那么你可能正在犯下一些大错误。30多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，这是您准备退休的最佳时机。如果您在这个时期没有好好规划、好好执行退休计划，那么您的退休日子有可能遥遥无期。狂人将分享给您可能在30这个年纪可能会犯下的一些大错误，并提醒您应该要警觉的事情。同时，狂人也会分享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，帮助您开始规划您的退休理财计划，让您在未来合适退休年龄时可以更加的自在。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准备一个稳健的退休计划，并为未来的幸福打下坚实的基础。首先，狂人跟大家聊聊为什么30多岁是为退休准备理财关键。30多岁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，这是开始规划理财准备退休计划的最佳时机。以下是狂人整理的一些原因。1. 时间。时间是累积财富的重要因素，退休理财需要长期的计划和积累。从30多岁开始，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积累财富，而不必感到太大的压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您的资产将有更多的时间增值和复利，使您的退休资金更丰厚。2. 支出。在30多岁的年纪，您可能已经负担了一些重要的支出，例如房贷、子女教育等等。这些支出可能会占据您的收入，让您没有太多的余裕去储蓄和投资。然而，这也是您需要开始好好思考规划理财的原因。通过储蓄和投资，您可以在不影响生活品质的情况下，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。3. 风险。理财需要面对许多风险，例如通货膨胀、汇率波动等等。30多岁的年纪，您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，可以选择更具风险的投资方式，从而追求更高的收益。4. 自由。30多岁正是人生中的一个自由时期，你也有可能还没有结婚，没有子女，这意味着您的支出相对较少，也没有负担太多的家庭责任，这使得您有更多的自由去做出理财计划，并且有时间和精力去实现它。30多岁是一个关键时期，这是开始好好规划理财、开始筹划退休的最佳时机。如果您现在没有好好计划，那么您将可能在未来面临退休资金不足的风险。让我们把握这个时机，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。接下来，狂人跟大家谈谈30多岁没想过退休可能犯下的大错误。当人们年轻时，通常会把退休看作一个遥远的目标，而不是当务之急。然而，现在开始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，可以帮助你更轻松地达成退休目标，避免在未来可能出现的财务问题。以下是狂人整理30多岁常犯的理财错误。1. 没有计划。许多人在30多岁时没有为退休做出明确的财务计划，他们可能认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才需要考虑退休的问题。但事实上，现在开始建立财务计划可以帮助你在未来更加自在的生活。2. 不够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。许多人在30多岁时尚未深入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，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债务水平、收入、开支和投资状况等基本信息。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，你可能会过度消费或未能足够的储蓄。3. 无法控制支出。许多人在30多岁时可能会花费大量金钱在吃喝玩乐等消费方面，而忽略了储蓄的重要性。如果你无法控制支出，你可能会失去机会赚取更高的报酬率，进而降低达成退休目标的可能性。4. 投资风险太高。许多30多岁的人可能倾向于投资高风险的股票和基金，而不是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投资组合。如果你太过冒险，你的投资可能会受到波动的影响，进而减少你达成退休目标的机会。5. 过度依赖社会保障制度。许多30多岁的人相信，当他们年老时，政府会照顾他们的生活，但事实上，社会保障制度只能提供有限的保障，
而且未来可能面临资金短缺的风险。6. 忽略通膨对储蓄的影响。30多岁的人可能会忽略通膨对退休储蓄的影响，他们可能只关注当前的价值，而未来10年或20年的通膨可能会大幅削弱储蓄的价值。7. 不考虑长期目标。退休储蓄需要长期的规划和目标设定，但有些30多岁的人可能尚未考虑这一点，可能会进行短视的投资和储蓄决策。30多岁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需要开始关注退休理财，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，制定计划，控制支出和适当的投资，可以帮助你实现退休的财务目标。接下来狂人跟大家谈谈，我应该要警觉的事情是什么？在为了退休准备的理财路上，30多岁的人需要警觉的事情有很多。以下是狂人一些值得关注的事情。1. 通货膨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。如果你的投资回报率低于通货膨胀率，你的财富就会缩水。因此，30多岁的人需要关注通货膨胀，选择相应的投资方式来保持增值。2. 负债。30多岁的人通常是在事业和家庭方面承担更多负债的时期。如果你的负债负担太重，那么就很难开始进行退休储蓄。因此，首先要努力减少债务，然后开始进行储蓄和投资。3. 缺乏足够的储蓄。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储蓄，那么在退休时可能会陷入困境。30多岁的人应该开始建立一个紧急储蓄基金，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，同时将资金投入长期投资。4. 忽视风险。在投资过程中，风险是无法避免的，但30多岁的人往往没有足够的风险意识，可能会把大部分投资放在风险较高的资产上，从而导致损失。因此，30多岁的人应该了解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，根据个人的风险偏好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。5. 忽略税务。在进行理财计划时，税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如果你没有注意税务，可能会导致你的退休资金受到损失。因此，30多岁的人应该了解税务规则，选择适合自己的税务策略，以减少税务负担，增加储蓄和投资的收益。6. 过度交易。过度交易是指在投资过程中过度频繁地进行买卖，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交易成本增加，而且还会增加投资风险。因此，30多岁的人应该避免过度交易，选择长期投资策略，尽可能减少交易次数。7. 未考虑健康问题。退休后的健康问题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。如果你的健康问题严重，那么可能需要更多的财务支持。因此，30多岁的人应该考虑购买健康保险，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医疗支出。8. 未考虑长期护理问题。随着人口老龄化，长期护理问题变得越来越普遍。如果你未来需要长期护理，那么可能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。因此，30多岁的人应该考虑购买长期护理保险，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长期护理支出。30多岁是退休理财计划的重要时期，需要注意以上这些问题，建立健全的储蓄和投资计划，以实现长期财务目标。接下来狂人跟大家聊聊，我应该如何开始行动。在了解了30多岁需要警觉的事情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行动的时候了。以下是狂人整理一些可以帮助你开始理财行动的步骤。1. 设定目标，确定你的退休目标，例如你希望在何时退休以及需要多少资金才能实现退休目标。设定明确的目标可以帮助你制定更具体的储蓄和投资计划。2. 创建预算，你需要创建一个预算，确定你每个月可以投入多少资金进行退休储蓄，这可以让你更好地管理你的财务状况，并确保你可以按照计划进行投资。3. 减少债务，在开始进行退休储蓄之前，你需要先减少你的债务负担，尽可能的偿还高利息的负债，例如信用卡债务和个人贷款等，这可以让你释放更多的资金进行储蓄和投资。4. 创建紧急储蓄基金，在开始进行长期投资之前，你需要先创建一个紧急储蓄基金，以应对意外紧急情况。这个基金应该包括足够的现金，可以支付你至少6个月的开支。5. 开始投资，一旦你完成了以上步骤，你就可以开始进行长期投资了。你可以选择投资于股票、债券、房地产、基金等不同的投资工具中，以实现资产增值。6. 监控你的投资，退休储蓄是一个长期的计划，需要不断的监控你的投资组合，并根据市场状况进行调整。你可以定期查看你的投资表现，进行风险评估，并做出必要的调整。7. 寻求专业建议，寻求专业的理财建议，特别是当你感到困惑或不确定时，理财顾问可以帮助你制定个人化的储蓄和投资计划，以实现你的退休目标。开始退休储蓄可能看起来是一个艰巨的任务，但只要你掌握了关键的知识和行动步骤，你就可以为你的未来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享受一个幸福稳定的退休生活。最后狂人总结，
在30多岁时开始规划退休储蓄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样可以在未来享受更好的生活，而不必担心财务问题。在规划退休储蓄时，需要注意通货膨胀、负债、缺乏储蓄及风险等问题，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来应对这些问题，例如进行投资、减少债务、建立紧急储蓄基金、开始建立退休储蓄计划、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等。此外，还需要持续学习和了解投资知识，并尽早开始行动，以实现长期的财务目标。当然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因此需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合适的退休储蓄计划。最重要的是，要保持耐心和毅力，并在遵循计划的过程中进行必要的调整，以实现成功的退休理财计划。感谢观赏影片到最后，如果大家对这类影片有兴趣，请多在下面按赞，多多回应留言，让狂人知道，我就会多出这类型影片给大家。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